所有人听令，即刻起封锁此地，警戒四周，结阵。是，师主。果然有天灵果，得设法拿到再走。 热闹，遇上我，算你倒霉！管你七派是谁，明天赶不上传送，都给我逮上60年嘛！这孽畜的外壳坚硬无比，寻常的法术对他根本无效。听我号令！启动阵法！是。厉害！看样子也没那么难对付嘛。师祖，这到底是什么妖兽啊？不对，这不是黑鳞蟒，蜕皮化蛟，墨蛟。现在是2级了。2级妖兽，相当于筑基中期了。 要放弃天灵果吗？不必慌张。防御！
路被封住了，这下想跑也跑不了了。就一个人了，打得过吗？你再不出来，你也逃不出去了。出去就是死。躲着谁也活不成。还不快走！快跑！你倒是好手段，居然躲了这么久都不出来。我怕你杀人夺宝。年纪轻轻，心思这么重，就不怕以后交不到朋友？我要是心思少点，这一路不知死了多少回了，哪还有什么以后？我增援不多了，这石柱压制不了他多久。你还有什么招数，赶紧使出来！我的确是，还有一件符宝。那还等什么呢？快啊！前辈，我需要时间催动符宝，你得帮我拖住他。我尽力而为，但你得先引开他。你准备好了吗？你看我像准备好的样子了吗？要不换你来啊！现在知道被人隔岸观火的滋味了。金光钻人符宝，本殿的镇店之宝。虽然启动的时候稍稍的有一些慢，但它绝对不是俗物。前辈，辛苦一下，这是我最后的手段了。再快点儿！孽畜，给我下去！
孽畜力量惊人，我快撑不住了，快点儿！我已经很快了，再快点儿！再快点儿！他又找到了我们，这次他说能够救少主，您还愿不愿意见他？请。以你筑基中期修为，敢孤身前来，胆子倒不小。为表诚意，在下此来特地准备了一份薄礼，送给少主的。薄礼就算了，眼下他最需要的是一味药。血灵花晚辈也有，可他不能治本，且服用之后会伤及根基，恐怕他这辈子都不能跨越结丹期了。堡主，您当真忍心吗？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你还有其他的法子？那是自然，我鬼灵门有特殊功法，比血灵花好用，不仅可以让少主苏醒，还可以彻底根治他的眼疾。哼，黄口小儿，就算我再着急，也不会乱投医的。少主的状况不会更差了，堡主大可让我先试试，如若无效，再用血灵花救治，不迟啊。说，想要什么条件跟我交换？燕家堡的友谊。血色金帝总算是活着回来了。韩师弟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啊。听说血色禁地死了不少人。没错。修仙不就是为了长生不老吗？弟子们为了筑基丹送了性命，有什么意义呢？这世间许多好景色，你就替为师去看看吧。这就是修仙之路啊，在这条路上，会看到很多不同的风景。这么想，倒也是。不过，你能完好无损的回来，真好。运气好。莫老啊，我现在好像有点明白你说的意思了。哎，之前啊，他还管我们叫师叔，现在做了师傅的小徒弟，大家喊我们师兄师姐了。我们降辈分了。我宁愿他管我叫师姐，师叔不是把人叫老吗？哎，好像有人比我们先到嘛，还挺亲密的坐在一起。
哎喂，你别告诉我你吃素了。对，我吃素了。轩儿跟你可没有半点关系啊。怎么没有关系？韩丽，听说师傅收你为徒了，那以后咱们可就以师兄弟相称了。哎，小师弟，我可要来找你约架啊！小师弟，听说你在血色禁地里辛苦了，好好调养一阵子啊。用心修炼，别给师傅丢脸。我叫韩立。烦死了，赵将什么时候才能重新接单？我叫韩立，你叫什么？哎，能不能知道你的名字？我叫韩立，立碑的立。烦死了！出关第一件事就是把你给杀了，然后再给你立个碑。既然1颗筑基丹不保险，那我就炼它10颗、20颗。等灵草成熟的这段时间，我要尽快修到13层。我这脚还没沾地儿呢，这席早就摆上了。蒙古，这不是等着给你接风的吗？切，别扯犊子，他还能那么稀罕我？那就是。大侄儿来了，你可真会赶趟啊！来得正好，宴会刚刚开始。这是谁的庆功宴啊？当然是我和你姑父的呀。我们在江国首战告捷，拿下江国，车骑国也指日可待。接下来就是越国。老姑，越国是我的。哎呦，越国是我的。不就是在血色禁地杀了几个炼气的弟子，瞅给你嘚瑟的。您手握5万精兵，死乞白赖累够呛，
才打赢这么一仗，回来还吃上席了。所以说，论脸皮厚呢，大侄儿的确拼不过他老公。大姑，没生气，那这儿没有恶意啊。那就是。对了，听说你最近老往燕家堡跑，怪不得放不下越国。不会是看上人家的女儿，想去倒插门，做个养老女婿吧？他怎么知道燕家堡的事儿呢？少说息怒啊！恁姑的野心遍布天南大陆，都算俺俩可以不说，恐怕也瞒不过他呀。那就是。好，我明白。但是这种事儿，我有嘴，以后让我自己讲行吗？记得把你那个嘴能闭眼就闭眼了。中。那就。还有你们俩这个官话啊，能不能稍微给我小心那么一下？这一带你们去燕家堡，你在这儿啊，我中啊，你在还瞧死去，都什么玩意儿？就只差筑基了。狩猎开始。6级妖兽。先吃我一点。 还有点本事。再来！小玄武阵，去！成色不错。有道是：山中无岁月，世上已千年。我的故事。 还要从200年前讲起。哥，快醒醒！娘烙饼了，让你赶紧回去。啊，烙饼？哪来的面啊？爹跟六叔镇上。说出来啊，可能没人相信。我踏入修仙界的缘由，竟是一张饼，3碗面。来，
青牛镇五里沟老韩家，祖祖辈辈都是农民。多亏三弟使了3年，只有三叔在七玄门做了万门弟子，成了全村人眼中的贵人。你不是跟老张叔给孩子起了个大名吗？对于我这样的山村少年来说，考入七玄门是改变全家人命运的唯一机会。韩立，对，韩立。这个胖胖的家伙叫张铁，是我在村里最好的朋友。吃饼呢？俺有饼，你也有，你也有饼，可以。俺爹跟牛叔借了3碗面给俺烙的，俺爹不让我现在吃。村里的规矩，出远门和办大事前，一定要吃白面烙饼，哪怕是用借来的面。只是借别人的东西一定要还，这也是规矩。那时我想着，为了还上那3碗面，为了眼前这些人，我一定要考上七玄门。立碑的立呗。呸！你们家那才是立碑的立呢，我们家韩立啊，那是顶天立地的立。哦，对了，我有大名了，不叫二愣子，叫韩立，顶天立地的立。今年入门考试是爬山，前7名到达山顶的入门，其余的回家。停！行了，前7名已经决出，你们这些后来上来的都落榜了，回去吧。落选了，家里借的面咋还啊？不行啊，师兄，不行啊，师兄。正哥，谁让你吃那么多的？你知道吗？少吃2张饼，你也就不至于只拿第9了。那我是第8。师兄啊！铁娃装上了。咋了？他是真病了，不是装的。铁娃，你没事吧？哪疼啊？莫大夫。你说他爬山前猛吃烙饼，吃了3张呢，又是喝凉风，又爬山，不要命啊！没事了，算你小子命大啊！莫大夫可是我们七玄门王门主的救命恩人，大神医，还不赶紧道谢？谢莫大夫，谢莫大夫救命之恩，谢莫大夫。莫大夫还是来挑选落选弟子的，那是明知故问呐。您看他俩怎么样？就这了吧。跟我走。这地方好美啊！这地方叫神手谷，这是七玄门王门主特别拨给老夫的。当年我救过他的命。二愣子，那这以后就是咱们的家了吧？哼哼，那也得看你们俩的造化呀。哈哈哈哈哈！这墙上的字认得吗？不认得。不识字。就是。那你们会什么呀？会种地，师傅。别叫师傅啊，我还没答应收你们做徒弟。你们俩能不能留下来啊？还看接下来的表现。坐下。
傻小子，天底下哪有那么便宜的好事啊？这叫三角椅，想要在老夫跟前待下，就要时刻当心这点。嗯，什么味儿啊？洗过澡吗？爸，海丽，我怎么觉得我晕乎乎的？是水怎么？张铁，醒醒，醒醒，到底是年轻啊，醒得还挺快的。你在水里下什么了？仙草露，臭臭的，你们可以闻闻这边，还臭吗？先前你们身上那个不是汗，是臭味儿，烦人的臭味儿。凡人的臭味。男人吃五谷杂粮，日月精华吸不尽，反倒把天地五浊集于一身，倒能臭不可闻呐、你们没感觉到身上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有没有身心气爽啊？二愣子，我真觉得身上有香味儿，脑袋也不沉了。啊，好像是舒坦了不少。你小子，我第一眼看见你就知道你是个有心眼儿的。有这么明显吗？你们这点小心思在我这里什么都不是。我要想救你们，还在海里面，一根手指头就行。不信你试试。不行，这样会被赶走的。谢莫大夫收留，您是我们的大恩人，以后我们一定处处听话，绝不惹您生气。不要害怕，我这么吓你们，是要你们搞清楚，在这谷中，谁是规矩。我的规矩只有3条，第1条，这谷中一应事物，样样都得上心。第2条，别和外边那些蠢蛋来往。第3条，也是最重要的1条，老夫会教你们一套口诀，需要时时练习，不得忘书。如果做不到这3条，现在给我滚下山去，免得浪费老夫的时间。记住了。承诺了倒挺快的哈。好，我到时要看看你们怎么样兑现。哇，咱们3个人16个菜啊！莫大夫，
我不饿，我看你们吃。这怎么好呢？肯定是您先动筷子呀。坐下，动筷子，吃。从明天起，就是你们俩伺候老夫了啊！别再让老夫照顾你们俩。这是啥肉啊？咋那么好吃？不是肉，是春根。春根是啥？就树根呗。春木解体正直，入药利于毛发和肌肤。采出之后啊，半生葱蒸熟，蒸熟半日，去成细末。挂在五角南半，晾干，再倒上香油，就可以拿来和馅了。我还以为你是有饥荒的时候才吃树根呢。你说的吃是为了果腹，我说的吃是为了修行。修行？你们吃饱也赶快去歇息吧。明天早上别忘了，闻鸡起舞，沐浴焚香。来学口诀。什么口诀呀？还要沐浴焚香？你还有闲心给他们洗澡做饭？赶紧教口诀，看看有没有灵根吧。别又是些榆木疙瘩。好了，去！哎呦，莫大夫早！起床了，太阳晒屁股了。我们刚沐浴更衣完。口诀分为数层，你们要是在3个月之内呢，能把第1层修成了，就可以正式拜老夫为师，然后和戏学门其他内门弟子一样，拿一样的月银。有钱？这口诀老夫可是花了一番心血才得到的，你们要是敢外传的话，老夫饶不了你们，知道吗？不外传，绝对不外传。不识字，我就念一句，你们给我背一句：致虚极，急死我！急，我真跟你急了，哎，真是。手，静，赌，那是度。赌，哎，万物并作，无以观复，致虚极，手静，万物并作，师傅，把腰带解了，把外套脱了。运功给我看。无用。看你了，
这手怎么像个冰块，和死人一样？只需记，手尽读，万物并作，无以观复。只需记，手尽读，万物并作，无以观复。啊，疼！安静，疼！安静，安静，安静。